隔住一根网线，你能分辨出和你聊天的是人类还是计算机吗？1950年，图灵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计算机会思考吗？这个问题成了 AI 的原罪。从此，人类开始怀着恐惧注视 AI， 就像上帝害怕被自己的造物赶出伊甸园。那么，这种恐惧真的合理吗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 AI 确实比人类更加伟大。我们的大脑每秒最多执行1000次基本运算，可计算机却能执行100亿次。AI 在瞬间算出的所有可能性，我们人类根本就望尘莫及。如果在将来它拥有了自我意识，那无疑将成为全知全能的神。因此，小编一直都认为，大家必须保持对 AI 的警惕。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就是人类的对立面，因为它很可能是我们未来进化的方向。肉体苦弱，精神废盛。假设意识可以变异为代码， AI 融合突破肉体的桎梏，成为另一种高维度生命，人类也许会更加自由。但白日梦做得再像， AI 发展还是得脚踏实地。如今 AI 的基础运用已经随处可见，比如我们常说的大数据更懂你，就是通过 AI 技术来推断你的喜好。想要达到这点，需要 AI 不断对信息进行深度学习，因此深度学习框架就应运而生，比如谷歌的 TensorFlow、百度的飞将等等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深度学习框架就是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，就像 Windows 或安卓，是连接底层芯片和上层软件的基础。有了深度学习技术，开发者在开发 AI 应用时，就不用从底层硬件入手，而是能像搭积木一样，直接使用框架内的各种模型，大幅提升开发效率。目前 AI 领域的技术再度突破，大模型也应运而生。那么什么是大模型呢？我们都知道 AI 的3要素是数据算法、算力。你可以把模型当作 AI 的大脑，模型越小，内在的算法就越简单，算力也就越低，大脑也就越笨。而大模型则是依托上亿的数据进行堆叠，相当于一个更加庞大、装载内容更多的大脑，因此更聪明，作用也更大。优秀大模型的工作效率可以超过上万人，甚至能直接颠覆一个行业的工作模式。但是想要支撑起一个大模型的算力，却是极其困难的。以微软的 GPT-3 为例，仅对它进行一次训练，就得花费近500万美元。所以研究大模型的玩家，放眼全世界都寥寥无几。但中国的百度却正努力做着这件事情。11月30日，百度公布了旗下自研大模型文的最新进展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温馨就是个 bug 级别的存在，依托于背后亿万数据的支撑，以不断强化学习的训练调整，它在各个领域都能称王称霸。给大家举个实际的应用案例，老电影修复传统人工主针进行修复，每天大约只能修3000到5000帧，需要挨个处理噪点和调色等工序。而百度联合电影频道推出的大模型，一天却能修复28.5万帧，相当于传统修复师3个月的工作量，效率实现了几何倍的提升。再举个制造业的例子，电子厂的生产线往往很多工艺复杂，且精度要求极高，人工干活就算检查的再细致，也避免不了出现1-2个残次品。而 AI 强于人的一点在于，它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错误。根据知名企业 TCL 和百度所做构建的电子制造业行业大模型来看，生产线上的精度指标提高了10%，就连新生产线的开发周期都直接降低了30%以上。如此可怕的学习以及重塑能力，让舰长不得不佩服文心的强大。同时，文心的问世还大大加速了 AI 技术的产业化应用。目前，文心已经陆续推出了电力、汽金融、航天传媒、制造成件等11个行业大模型，为适配企业场景。
减少企业负担，提供了极为智能化的解决方案。AI 的发展让产业完成了高效变革，也让万物事更加紧密连接。是的，与其害怕 AI 发展，不如伸出双手去拥抱它，因为恐惧而停下脚步，从来都不是我们的选择。只有向着前方迈进，才能到达未来的彼岸。